位，欢迎回到统一春福喜剧之王单口季不服单挑赛的下半场，欢迎大家！吨，快乐正上头，感谢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的统一春福无糖茶独家冠名播出。现场的观众朋友，你们快乐吗？快乐你就 vivo Live， 感谢 Live Photo 神器 vivo S30系列联合赞助播出。飞鹤滋养小脑瓜，脑力体力两手抓。感谢全球销量第一、聪明宝宝都爱喝的飞鹤奶粉赞助播出。对决还要继续，我们看一看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哪两位朋友。有请宋万博、张彩玲两位一步对战区。这两位都是第一次来到喜剧之王单口季的舞台，但是熟悉脱口秀的朋友对他们都不陌生。首先要登场的这一位，上一轮就勇敢地向自己的老朋友小鹿发起了挑战，而今年恰好也是他讲脱口秀的第10年了。欢迎单口老兵宋万博。大家好，我是宋万博。我来自河南啊，我打小生活在村里我们那儿教育资源不太发达，老师的水平也不高。我上小学的时候，一个教2年级的老师学历只有3年级。数学老师教数学不是因为数学好，是因为他老念错别字，教不了语文。他给我们讲应用题，说这个骨缸它有2个水管放水，浴缸。学历最高的人是我们校长，初中学历。他是我们校里唯一一个会解2元一次方程的人，就这都人称小华罗庚。我们数学老师叫他小华罗康。我爸一直担心我的前途，在我读3年级的时候把我转到了城里的小学，本意是好的，但我有点跟不上班了。我记得刚进班级，那个数学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，让我们这些小学生呢，从1加2加3一直加到100。这道题大家都听过，都知道高斯的故事，知道有一种更为方便的算法。但问题是我当时不知道，我是硬着头皮算完的。一边算一边心里在想，今天这个作业量怎么这么大呢？这道题答案是5050，我算到了6000多。关键是我才加到75，算到后半夜我都困了。我妈都看我可怜了，说要不我帮你一起算。问题是她也不知道高斯的故事。我从1加到100，她从100往回加，俩人一对，结果不一样。我说要不用你的数吧，你的数看着小一点，我算的没有一个低于1万的。第2天交了作业，我们数学老师就问：同学们，昨天那个题算出来了吧？答案是。一群小孩异口同声5050，只有我一个人7832。所有的学生都老师也只有我只有我对了吗？我说我错了，太丢人了。但我没有气馁，我就想起一个鸡汤小故事激励自己，就是说爱因斯坦小的时候，老师让每个学生都坐一个小板凳，爱因斯坦做的最差。老师把他的作品放讲桌上说：“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差的小板凳吗？”爱因斯坦说：“有。”当场拿出来俩更差的，说：“虽然那个很差呀，但已经是我做的最好的了。这还有2个更差的没给你呢。”一想到这儿，我就想说：“老师啊，虽然7832是个错误答案，已经是我算的最正确的了。那还有2个1万多没给你呢。”老师说：“把你家长叫过来吧。”我说：“这就是我家长算的。”我爸就有点恐惧，他给我制定了一些学习计划。第一就是阻断社交，周末就别出去玩了。赶上周末有人往我家打电话说：“喂，宋万博在家吗？”我爸一接说：“他死了。”我还在旁边站着呢，就听到对面小朋友哭成一片。然后周一又看到整整齐齐的我。我会在每个周末死去，又会在每个周一醒来。周一就是我的复活节。小伙伴一看见，看见彩蛋了。
我爸还有一个计划就不要看电视了。好不容易放假看一回那个葫芦娃，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角色穿山甲死了，我在那抹眼泪，我爸看见了，那穿山甲是你爹呀？你爹死了你这么哭吗？我说爸，你这么说多不吉利啊！再说我哭不哭，你那会儿也不知道啊。我爸也有自己的爱好，他喜欢看电视，他一直在追一个团综《水浒传》。《水浒传》是我爸眼里最好的电视剧，经常拉我一起看。对，我不能看葫芦娃，但可以看《水浒传》。有一回演到林冲死了，我爸哭了，还背过脸儿，怕我看见嘲笑他。我当然会了，因为那一刻我就想起了穿山甲，我要报一箭之仇。但毕竟我们俩是父子，我也不方便说那句话了。爸，林冲是你爹呀。但我又想说，我只能拐弯抹角的说，我说爸，林冲死了，咱哭啥呀？咱们家姓宋啊。宋江死了，咱再哭啊！好歹咱本家呀，你哭了也算祭祖了。这个梗在我们河南是要天打雷劈的，全国最传统的省份之一，仅次于山东。我们家要是山东的，我讲这个真的会被我爸打死，因为宋江就是山东人。但我爸对我都这么努力了，我学习成绩也不好，因为我没有努力。我知道，如果我好好学习，我爸肯定很高兴，但我不想让他高兴，我想气他。但为了我的前途，我还是得学习。我就想，我权衡之下，我说我学一点儿，我一会儿学一会儿不学。我爸就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。他现在有双向情感障碍。最后从小学读到了初中，读到高中，还是参加完高考。高考完事之后，我爸问我，你估分估多少啊？我说你让我妈估吧，我估的没有一个低于1万的。当然，我最后是上了大学，它不是什么名校，不是211、985，就是我们平顶山市的平顶山学院。但我很知足，因为毕竟我的学历已经超越了当初的校长。如果你的起点足够低，那半山腰就是你的峰顶，更何况平顶山，它只有顶没有峰，所以我也算是毕业于顶级院校。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感谢各位，我是宋万博。谢谢宋万博的表演。喜欢他刚刚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投票倒计时，最后3秒钟，请锁票。掌声再给宋万博。感谢各位。其实是比较少，也是少拿出来跟大家探讨的这种所谓父子之间关系的一些话题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博博写东西一直有一种文学感，他好像并不是在刻意的去逗你笑，一直在有一种描述一个整个作品的感觉。他是那个《写人奇妙夜》的创作指导啊。哦，您还记得？哦，对对。很明显，你没太花什么心思指导我们。您说10年了脱口秀的经验是吧？对对对。他特别结实，所有的语法呀，所有的那什么都特别结实啊，就是一个特别专业的那种作者那个感觉。宋老师还是要指点他们哈，谢谢。有些也是我们在联系，有些朋友在那边，对吧？听着这么客套啊，就是有什么事再联系。我觉得博博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的生动，就是画面感是很强的，就我觉得它非常的流畅，也非常的完整，但我会觉得稍微有点赶。是因为我一上台还是没有彻底放开，我是到后半段我才开始慢慢越讲越舒展，前面是有点赶。对，我应该在开头稍微放一放的，到中间才意识到，但是意识到就已经过去了。对。就还是没有太适应我们这个线上的这个舞台。我不知道还有我 ADHD 怎么着，我就第一次上台的时候，感觉好多信息从我脑海里涌过来，都听不清你们在说什么，也看不清你们的长相。我现在刚刚适应这种。是，我觉得您的舞台经验肯定能很快的适应，
而且我也觉得这一篇较于上一篇我会更喜欢这一篇，因为我们问那个佩岑姐姐，她上一篇说自己长得像明道，您觉得像？阮经天，博博。台湾省2大帅哥强势登陆河南，蛮像的，蛮像的。你看那个眉毛，那是一个虚构作品吗？那是一个写实作品，不是？我刚都一直觉得是阮经天本人在讲脱口秀给我们听啊。我一直觉得博博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，他给专场起名字都很有意思。他这个现在在演的专场叫《车窗与山海》，上一个叫《天生非词》嘛。我一共有4个专场，就是《车窗与山海》嘛，因为我们经常要坐火车或者坐飞机，能够通过窗户看到外面的景色和人，然后上一个《天生非死》，它是一本书的名字，就是讲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，上面还有一个叫《看那这人》，那也是一个典故，反正就是一点文青的爱好吧。博博就是一路很扎实，可能你们没有在节目上太多看到他这种表演或者怎么样，但是他真的是，反正比我入行还要早的演员，确实是。那我也最后再嘱咐一句，波波，其实啊，1加到100算错了，老师不应该叫你的家长，而是应该给你推荐飞鹤奶粉，毕竟啊，聪明宝宝喝飞鹤，高斯是早会，爱因斯坦是晚会，而喝飞鹤的宝宝啊，超会。那波波也是拿到了气氛组的4票满票，请你先返回对战区休息。谢。我们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朋友，哎呀，时隔一段时间又回到了脱口秀的舞台，掌声有请张彩玲。大家好，我是彩玲。我以前说过，我就谈过1次恋爱。今天我把话说全。虽然我谈过的恋爱屈指可数，但我追过的男人不计其数。上学的时候，我吸引男生注意力的主要手段是模仿电视剧。当时《还珠格格》热播，香妃娘娘以香为美，我就想模仿。但是我家没有香水，最香的东西是洗发水。运动会那天，我在头上涂了好多洗发水，结果拔河的时候，天降大雨，全都是泡沫。我怀疑那天我们班输了跟我有关系，因为绳子滑，抓不住，香妃没学成，成了华妃。我又看了一个台湾偶像剧，是艾拉和吴尊演的，你们看过吗？啊，那里艾拉是个假小子，然后男主很爱她。我雷厉风行，剪了短发，穿男装，穿球鞋，说话声音压得特别粗。2周过去了，没有人追我，但是全校都在传我要去当兵。从拔河的情况来看，应该是个炮兵。我还模仿偶像剧女主给男生叠千纸鹤，然后把最想对他说的话写在千纸鹤里。我给我喜欢男生叠了上百个千纸鹤，里边全都是我熬着夜红着眼给他写下的高考考点。老师没收这1罐千纸鹤的时候都感动了，多少年后还跟那男生说，当年你但凡跟张彩玲早练一点儿，都能考上个3本。但是我喜欢男生说他喜欢偶像剧里那种柔柔弱弱、乖巧可爱，尤其是那种蠢蠢笨笨的，我就开始装。从那以后，他在问我这题怎么做，我都说这题第1步应该这么做，第2步人家就不会了啦。其实人家全会。考试考好了也不敢给他看成绩，生怕被他发现。我表面在装傻白甜，私底下可是数理化全来，文史哲也沾，学的可花了。我俩进入了暧昧期，我寻思得加快点速度。当时学校有一个数学竞赛，问我去不去，我说我不去，我要去看我哥哥打篮球。那天篮球比赛我做足了功课，要把女生乖巧柔弱的得分点集中呈现。我坐在篮球场旁边，手里拿着给他准备的饮料，身上披着他刚脱下来的校服，袖子里还藏着一个随时可以检查刘海的小镜子的同时，
还在给他织围脖的同时，还在装自己肚子疼很虚弱的同时，还在给哥哥加油。那一天给我手忙的呀，肚子疼织围脖，弄刘海加油；肚子疼织围脖，弄刘海加油。裁判都震惊了，说这学校挺好，比赛还配了一个聋哑解说员。后来我发现我们班那天参加数学比赛的同学获了奖，可以申请高考加分，给我后悔的呀。我就在想，我为啥一直在装弱？就是因为这些剧给我洗脑，让我永远在幻想被一个男人征服，就是被征服。好像我出生没有别的目的，就是被征服。我出生应该就唱着就这样被你征服出生，然后医生剪断我脐带，我说你切断我所有退路。哎，这些剧到底是怎么给我洗的脑？那天我回家一打开电视，正好是一场经典的偶像剧征服大戏——强吻。前一秒钟俩人还在吵架，突然男主就把女主怼在墙上就强吻。女主前边还在拼命挣扎，突然就放弃抵抗了，就那手永远。男主的嘴里是有电棍吗？霸总的嘴要是这么好用，还要警察干啥呀？巴黎街头发生暴乱，警方都不出动警力。就派这几个霸总：龙傲天、顾北辰、道明寺，把这个局面给我稳住。那以后我也不装弱了，而且长大之后我特别怕别人觉得我弱。然后前几年我怀着孕参加了一个节目《奇葩说》。当时所有人都在照顾我，从导演到演员，见着我都会扶着我一只手，让我缓缓往前走，也不知道是有喜还是慈禧。我只是怀孕，我又不是黑灯。而且不管是黑灯还是怀孕，其实都不用那么服，除非黑灯怀孕了。那不服不行。比赛开始了，我的队友还跟节目组说今天啊情况特殊，我们当然都是正常站着辩论，但是彩铃是坐辩。但是辩论这东西它坐辩根本就使不上劲儿，他们也是好心，就是怕我万一有啥意外再生在台上，我站起来给我摁下去，我站起来给我摁下去。我想告诉他们，就这个动作啊最容易生出来。我往那一坐，手里拿着水，这手摸着肚子，然后给别人加油。我觉得场面怎么似曾相识了呢？我怎么又回到那篮球场了呢？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聋哑解说员。我说不行，我是来比赛的，我要站起来。我那天站起来跑到场中间一顿输出，其实那天我表现还挺好的。当时看着观众给我投票的投票机一盏一盏亮起来，我才知道什么是我最需要的。那天挺着儿子比赛，赢的也是铤而走险。当时我灵魂出窍回到篮球场了，我好心疼那个17岁坐在篮球场旁边手忙脚乱给别人加油的小姑娘。我想跟她说，你没做错什么，你只是那个时候还不知道，你更应该为了自己站在赛场上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彩玲。